前一支影片讲到我爸妈睽违4年再次来到日本玩，除了京都之外，我们还搭乘了北陆新干线来到了金泽。在金泽玩得非常充实的一天之后，第4天我们准备要从金泽前往合掌村。岐阜县的合掌村应该算是台湾人心目中非常想要去的日本景点之一。除了参加旅行团之外，自助的方式可以考虑从金泽或者是名古屋这2个地方前往。比较需要注意的是，前往排川乡合掌村的巴士都是要事前预约的，全部都是对号座。网络上也可以预约购票，其实都还蛮方便的。巴士的乘车时间如果不塞车的话，大约是1小时又15分钟左右。在巴士站寄放了行李之后，我们决定先去合掌村的展望台看看。在这上面而已啊，那个就展望台。虽然今年是暖冬，但是3月中旬来的时候还有雪，非常的幸运。虽然还有积雪还没融，但是气温上其实没有非常冷。虽然时间还算早，但是来到合掌村的游客已经蛮多的了。除了散客之外，也有团客来访。在去完展望台之后，我们就在合掌村里面走走逛逛。因为是平常没有看过的风景，所以爸妈觉得非常的有趣。除了走走看看拍照之外，这天我们品尝到了当地非常有特色的布丁。日本好像所有观光景点都有特色布丁可以吃。排川乡里面也有一些茶屋或者是咖啡厅，包含观光时间。如果慢慢走、慢慢逛的话，官方是建议可以逛2到3个小时左右。但其实带着爸妈到底要在白川乡逛多久，其实有点难判断。再加上离开白川乡的巴士也是需要事前预约的。我们最后决定是搭11点10分的这班巴士离开，整体在合掌村大约待了1个半小时左右。虽然最后有一点小赶，但是整体上还算是 OK。搭上了高速巴士，大约1个小时之后，我们来到了第2个景点高山老街。巴士站就在 JR 高山站的旁边，大约徒步15分钟左右就可以到高山老街。这里除了有日式的老街风景之外，也有很多当地的特色美食，像是飞蛋牛、日式的团子、五平饼、飞蛋牛的握寿司等等，都是当地非常有名的特色小吃。当天游客其实还蛮多的，很多店家都大排长龙。
我们也品尝了当地非常有名的一口鲷鱼烧。里面的红豆馅做得非常好吃，妈妈都非常喜欢。我们除了在高山老街品尝一些小吃之外，也打算在这里吃午餐。我们来到一间非常有日式传统氛围的飞蛋牛餐厅。除了有品尝到飞蛋牛握寿司之外，也吃到了飞蛋牛排冻和拉面。帮忙吃绵面，这个赞。虽然在白川乡和高山老街都是一直在走的行程，但是因为是平常没有看过的景色，让爸妈觉得非常的有趣。坐巴士的时间也都有小小休息一下，因此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累。这一天我们预计入住岐阜县的下吕温泉。从高山到下吕温泉的话呢，直接搭 JR 就可以到。除了一般的普通车之外，也有特急。时间上其实没有差太多，但因为是小地方的关系，车次并不多，建议先确认好时刻表比较好哦。离开了高山，我们搭着特急电车来到了下吕温泉。这天虽然天气都是阴阴的，但是都没有下雨。没想到一到了下吕温泉之后，外面却下着大雨。还好非常幸运的是，我们这天入住的小川屋有接驳巴士，即使没有事前联络，也可以搭乘。带父母来日本玩的话，安排一天入住温泉旅馆其实还不错哦。迅速办好 check in 之后，妈妈竟然开始挑选浴衣。小川屋的房间里面其实有放一般的比较素色的浴衣，但如果要像这种有花纹的话，就需要多加钱。日本的浴衣主要是看身高来分尺寸，跟身材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。这次我们预定的房间是在小川屋的新馆。和旧馆比起来，整体的装潢比较新一点。虽然房间里面的空间稍微有一点小，但是还有阳台，整体的氛围感觉还不错。换上浴衣之后，我们就准备去泡汤。小川屋的温泉除了一般的内汤之外，也有露天的部分。下午跟晚上男女汤的位置会交换，建议泡2次才能看到2种风景哦。小川屋的晚餐有一部分的内容是可以自选的。主餐虽然是飞蛋牛，但是因为是加了味噌一起烧烤，觉得口味上比较有点不习惯。虽然说味噌是当地的美食特色，但是爸妈可能还是觉得普通的盐烤最好吃。反的。它那个是点棍苗，公斤。入住温泉旅馆的话，基本上都是1博20，除了晚餐之外，也会一起附早餐。隔天早上的早餐呢，非常非常的好吃。由于内容太过丰富，
爸妈对于早餐的评价远远高过前一天的晚餐。光是飞蛋牛咖喱就让他们非常非常满意，其他还有很多日式的早餐配菜，一直到甜点也都有非常多可以选。用完早餐之后，我们离开了小川屋。由于前一天下雨的关系，所以没有在温泉街附近走走逛逛。因此隔天退房之后，我们没有搭乘接驳车，而是慢慢散步来到下吕车站。这天已经天气放晴，但是早上有稍微飘了一点点雪，让爸妈也觉得很幸运。整体的旅程来到了尾声，这天我们预计要回京都。从下吕车站如果直接搭车回京都的话，过程要转蛮多次车的，整体时间也会比较久。因此我们决定先绕去名古屋后，再从名古屋搭新干线回京都。费用虽然会比较高，但是省下了大半天的时间，回到京都之后可以再继續買逛逛。由于是隔天中午的飞机，所以前一天晚上我们在家里开火。小心，小心尖！再一个。哦，你要拉起来。仔细想一想，好像没有这样煮过一餐给爸妈吃，这次应该是第一次。隔天一早，爸妈搭乘的立木金巴士前往了关西机场。前往关西机场的立木金巴士全部都是对号座的，建议可以事前先把票买好哦。合掌村应该是不少台湾父母心目中的旅日清单之一。虽然说不是跟团，是自己搭巴士前往，但是好像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。希望可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咯。那么这次影片就到这边咯，拜拜。